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分油盘是台南来的 W126的280 S1上面拆下来的分油盘。因为这颗分油盘它是属于第一代的分油盘，所以也就在1985年之前。我们看到它跟二代的分油盘不太一样，就是第一代的分油盘这个地方它有个别调整螺丝。二代的机械电子的话是在下面，所以说有这样的不同。我们先来做这颗分油盘还没有整修之前的流量测试。我们现在来进行未测试之前的它的出油状况。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17946。好，我们来大哥打开电源，然后大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插压把是在充分加热状态了，然后电压都在标准范围。OK， 我们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这个分油盘的标准出油量应该在160左右。经过30多年的之后，这分油盘当然会被油箱污染，然后汽油的胶质是最重要的因素。我们可以想象说，30年的水塔，老公寓水塔都没有整修的话，它里面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最重要，它就会污染到这整个这个分油盘，造成它出油量不足，还不平均，车子就可能就热车就不好发动了。那这部车就是热车以后不好发，要踩油门。当然是因为供油不足，出油量太少，蓄压器堵塞，这都是因素。OK， 好。关闭定时器，关闭电源。这个分油盘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60、170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从画面上从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第一缸110，第二缸135，第三缸140，第四缸125，第五缸130，第六缸130。它跟我们的标准的出油量在160、170，以第一缸最少的110跟170的话，差60 ml， 那就差50%，所以造成我们老车会供油不足，然后尤其是比如说这个第一缸出油量特别低，然后会造成热车不好发动，引擎怠速不稳定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今天我们来做这一颗宾士 W126 280 S1 的6缸分油盘的完修流量测试。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17946。整个阶段会分成2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。第二部分是10分钟的
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好，大哥打开电源，目前我们看这个插压阀是在充分加热的状态。好，大哥已经把这个插头已经插上去了。那我们打开电源，好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这颗分油盘是从台南来的，一部 W126的1982年280 S1分油盘。啊，经过因为这颗分油盘是属于1代的分油盘，那我们看到它调整孔的螺丝都在外侧。那如果2代的话，那它的那个每一缸的调整螺丝就是在底部了。OK，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大概在1分钟170ml左右。那经过大哥整修之后呢，我们来看看它这个测试。好，时间到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第一缸150，第二缸155，第三缸165，第四缸150，第五缸160，第五缸160，第六缸160。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%，我们这次做出来的误差大概在5%以内，成绩算相当的优秀。